我将用100多期视频精讲《黄帝内经》中的100多篇文章。今天又是一篇神作《生气通天论》。在正式开始前，我想请你思考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感觉，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好像都有一个看不见的出场设置？有的人好像百毒不侵，精力旺盛，而有的人却好像天生体质弱，3天2头不舒服。这背后的秘密就藏在《生气通天论》的第1段里，它就像一份被我们遗忘了的人体出场说明书。《内经》说：“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皆通乎天气。”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宣告：你的身体不是一座孤岛，而是一座开放的、与天地时时互联的信号塔。你的五脏、你的关节，甚至你的每一个毛孔，都内置了最高级的天线，时刻与自然的能量进行着信息交换。这就是你的出场设置，天人合一。那为什么我们这台顶级配置的机器却总是卡顿和死机呢？内经接着说：“硕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受命之本也。”因为我们频繁地、无知地违背了这份说明书的法则，所以给了 bug 入侵的机会。这就是决定我们寿命的根本。那么，在这套系统里，最重要的防火墙和能量源又是什么呢？内经用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比喻，揭示了我们生命的核心能源。阳气者，若天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你的阳气就是你身体里永不落的太阳，这个内在太阳的光芒决定了你一生的温度、活力和光彩，它就是你抵御一切外敌的国防力量，也就是卫气。但内经紧接着用大量的篇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触目惊心的阳气失守图。它告诉我们有2种方式会让我们的国防崩溃。第一种是外敌入侵，当你的国防力量减弱时，寒邪入侵，你会像门轴生锈一样内心闭塞，身体却受到惊吓般躁动。暑邪入侵，你会像身体里着了火，汗流不止，胡言乱语。湿邪入侵，你的头会像被湿毛巾裹住一样昏沉不清。但你以为这些外敌只会当场发难吗？不，内经接着揭示了一种更可怕的敌人——潜伏的间谍。原文说：“春伤于风，邪气流连，乃为冻泄；夏伤于暑，秋为皆疟。”这是一个关于健康债务延迟结算的警告。他在说什么？他说，春天的时候，你为了风度不要温度，被风邪所伤，当下你可能毫无感觉，但这股邪气就像一个间谍，已经潜伏进了你的身体。等到了夏天，阳气最旺盛，万物生长最快的时候，这个间谍突然在你的肠道里引爆，发动了一场夏季攻势，让你不停地腹泻。你看，夏天的病根子可能在春天。同样的道理，夏天你贪凉饮冷，被暑邪所伤，到了秋天就可能得疟疾；秋天被湿邪所伤，到了冬天就可能咳嗽不止。这才是内经真正高维的时间观。你的每一次不舒服都不是当下的偶然，而是过去的必然。你现在为健康埋下的每一个债，未来的季节一定会连本带息地向你讨还。第二种比外敌和间谍更可怕，叫自我损耗。过度劳累就像强行让太阳过度燃烧，最终会惊厥，引发坚决，身体这座都城会溃溃忽若坏都，彻底崩溃。情绪内战，勃然大怒，会让你的气血冲到头顶，引发伯爵，这是最激烈的自我攻击。错误生活方式，饮食不节，胡吃海喝，会让你热毒内蕴，出汗吹风，这简直是在开门一道，直接把寒气请进体内，郁结成粉刺，痤疮。看明白了吗？我们生命中大部分的 bug 都不是系统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操作不当，亲手打开了城门，消耗了我们宝贵的太阳。讲完了问题，圣人总会给出答案。内经为我们揭示了守护阳气、治国安邦的最高战略，仅仅4个字：阴平阳秘。这4个字是整部《黄帝内经》乃至整个东方智慧的皇冠。阴是什么？是藏经的，是我们身体的物质基础，是我们国家的战略储备粮。阳是什么？是为外的，是我们身体的功能能量，是我们国家的常备国防军。阴平阳秘描绘的是一个国家最理想的状态。阴平，后方物质储备充足，社会安定，人心平和；阳秘，国防力量极其强大，但却密藏于内，不过度消耗，不轻易炫耀武力。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不是那个天天在外面打仗、穷兵黩的阳气外泄，而是那个国库充盈、内部和谐、拥有强大威慑力但隐而不发的阳秘乃固。一旦阴不胜其阳，储备跟不上消耗，人就会狂；一旦阳不胜其阴，国防羸弱，内部就会五脏气争，九窍不通。所以养生的本质不是寻找什么灵丹妙药，而是成为自己身体这个国家的一代明君，去实现阴平阳秘的政治理想。这个阴平阳秘的模型，就是我们今天能带走的，可以应用到一切领域的第一性原理。对于个人成长，疯狂输入知识，参加各种课程是阳；花时间独处、消化、反思、休息是阴。只进不出，不懂得阳秘，最后只会知识焦虑、消化不良。阴平阳秘是知行合一的最高境界。
对于企业管理，开拓市场、营销推广、试养、打磨产品、建设企业文化、关怀员工是因。一个只懂疯狂扩张而忽略内部建设的公司，就是扬强不能密，因气乃绝，离崩溃也就不远了。阴平阳密是基业长青的唯一道路。对于人际关系，热烈的表达、浪漫的激情是阳，默默的陪伴、无声的支持、稳定的情绪是阴。一段只靠激情的感情，注定无法长久。阴平阳密是所有长久关系的底层密码。现在我们可以把前3篇的智慧串成一条完整的帝王之道了。第1章上古天真论告诉我们，君主治国的总纲叫精神内守，守住你的心神。第2章四气调神大论告诉我们，治国的具体方略是顺应40节律去调神。而今天这篇生气通天论则揭示了治国的终极目标和理想国状态，阴平阳密。这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了那个最终的答案。你人生的所有战役，无论健康、事业还是关系，本质上都是你心的战役。一个内心安定、情绪平和的君主，自然能做到阴平阳密，他的国家、身体自然邪不能害，常有天命。我是问经饲养，关注我，我们一起做自己生命国度里的一代明君。我们今天聊了阴的生长来源于5味，但《内经》又说阴的损伤也来源于5味，过度的酸、甜、苦、辣、咸是如何在我们身体里上演一出5行相克的大戏的。关注我，下期我们讲透这个5味之谜。